睡前聊历史，每天一个历史故事。今天我们聊的是，大唐真的是个移民国家吗？今天我们要把时间的指针拨回1300多年前，去往那个被无数诗人和历史学家反复吟唱的时代，去往那个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国际化大都市——唐朝首都长安。想象一下，如果你有幸穿越回公元8世纪的长安城，当你漫步在熙熙攘攘的西市，你所看到的景象绝对会颠覆你对中国古代社会的传统认知。你的迎面走来的可能是一位高鼻深目、留着浓密胡须、操着一口流利汉语却带着浓重中亚口音的商人。路边的酒肆里，金发碧眼的胡姬正在踩着节拍跳着令人眼花缭乱的胡旋舞，唐朝的文人墨客在旁边为他们击节赞叹。而在那些达官贵人的鲜衣怒马之后，你或许还能看到肤色黝黑、体格健壮的异国奴仆在为主人牵马坠镫。在很多人的历史印象里，古代中国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农业社会，但是大唐似乎是一个异类。当时的长安城人口超过100万，其中常住的外国人包括使节、留学生、商人、僧侣以及形形色色的流亡者，据说多达数万人。从日本、新罗到中亚、波斯乃至阿拉伯和更遥远的地方，全世界的人似乎都在向这座城市汇聚。因此，现代很多人在回顾这段历史时，常常会发出这样的感叹：大唐简直就是一个早期的移民国家。那么，真实的历史究竟是怎样的？长安城里的那些老外，比如大名鼎鼎的粟特商人、流亡的波斯王子，还有充满神秘色彩的昆仑奴，他们到底从哪里来？在大唐过着怎样的生活？唐朝真的可以等同于我们今天所理解的那种移民国家吗？今天这期视频，我们就来硬核扒一扒大唐的外侨档案，看看盛世长安背后的跨国面孔与真实的生存图景。文案有点长，信息量很大，建议大家先点赞收藏，我们慢慢往下看。第一部分，丝路上的终极倒爷粟特人与昭武九姓。如果在唐朝的长安城里评选出一个最活跃、最富有也最具影响力的外国人优口群体，那毫无疑问，桂冠必须戴在粟特人的头上。粟特人是谁？如果你去查阅唐代的史书，你会经常看到昭武九姓这个词，包括康、史、安、曹、石、芈、和、火、荀、兀帝等姓氏。其实，这些姓氏并不是他们原本的名字，而是唐朝人根据他们所在的国家给他们起的汉化姓氏。粟特人是一支生活在中亚阿姆河与希尔河之间的印欧语系民族，他们的核心地带大致在今天的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一带，中心城市是撒马尔罕。粟特人有着一个极其显著的民族特征，他们天生就是为了经商而生的。唐代古籍《新唐书》里对他们的描述非常生动，说粟特人生而以蜜涂手，交至掌内，欲其长而干言，持宝之如毡也。意思是，如果生了男孩，他们就会在这孩子的头上涂上蜂蜜，在手掌里放上胶水。寓意很直接，就是希望孩子长大后嘴巴要甜，会做生意，手掌要像胶水一样粘住金银财宝不放。不仅如此，男孩子一旦长到20岁，父母就不会再把他留在身边，而是打发他们去周边国家经商。从魏晋南北朝到隋唐时期，粟特人完全垄断了丝绸之路的中介贸易，他们是中亚商队的主导者。如果说那个时代的丝绸之路是一条繁忙的高速公路，那粟特人就是这条公路上的首席物流商和批发商。他们将中亚和西亚的香料、玻璃、宝石、葡萄酒、宝马带到中国，又将中国的丝绸、瓷器、茶叶、铁器运回西方。在这个过程中，他们赚取了难以想象的巨额利润。那么，作为老外的粟特商人来到唐朝的长安后，他们是怎么生活的呢？当时的唐朝政府对这些频繁往来的粟特商团展现出了极大的包容，但也有一套严格的管理制度。为了安置这些胡商，唐朝允许他们在长安以及凉州、洛阳等商业重镇设立聚居区。如果你在唐代去逛长安的西市，那里简直就是一个中亚风情街，各种胡商开设的店铺鳞次栉比。李白诗里写到的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说的就是这些粟特人开的酒馆，
而且他们还善于利用自家美丽的女性来招揽生意。不仅在民间商业活跃，在政治和宗教生活上，粟特人在长安也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唐朝官方专门设立了一个特别的官职叫萨保，这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官衔，完全是为了管理粟特人而设的。萨保本身是粟特语商队首领的音译，唐朝政府直接将其吸纳入官僚体系，赐予官服和品质，让这些有威望的粟特首领来管理自己族群内部的事务，既包括行政事务，也包括司法纠纷，甚至还负责主持粟特人信仰的仙教，也就是拜火教的祭祀仪式。这说明唐代的长安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接纳了这些外籍务工人员的常驻，并且允许他们保留自身的文化习俗。更进一步的融合是，许多粟特商人在中国长期居住后，不仅成为了巨富，甚至开始涉足军政界。盛唐时期，边关将领中充斥着大量的胡人，因为唐朝朝廷发现这些胡人将领在打仗时极其勇猛。比如彻底改变唐朝命运的安史之乱，发动者安禄山和史思明，从他们的姓氏安和史就能看出，他们正是拥有粟特血统的混血儿。安禄山精通多种民族语言，早年更是以护士牙郎，相当于市场经纪人的身份起家，最终凭借着军事才能和政治投机，成为了唐朝的节度使。这也侧面证明了，在安史之乱爆发前的大唐，粟特人等胡人只要有能力，确实能够在这个庞大的帝国中跨越族裔的界限，身居高位。但这并不等于说粟特人可以在唐朝随意定居和同化。根据近年来的考古发掘，比如在西安发现的史君墓、安家墓，我们可以看到这些粟特首领的墓葬虽然采用了中国传统的墓葬形制和墓志铭，但在石椁的雕刻上依然充满了深木的胡人形象、凹教的神旗以及波斯风格的服饰。这说明他们虽然生活在长安，甚至做着唐朝的官，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他们内心深处的文化认同依然是粟特人和仙教徒。唐朝对他们的态度也是，你做生意可以，做官也可以，但在生活上我们有各自的界限。在后期我们讲唐律的时候，大家会对此有更深刻的认识。第二部分，大唐庇护下的亡国贵族波斯王子尼涅师的长安余生。如果你觉得粟特人只是为了金钱而来到长安的逐利者，那么我们要讲的第二群人，他们来到大唐的理由则充满了悲剧色彩。他们不仅是外国人，更是失去祖国、跨越万里寻求庇护的流亡贵族波斯王子。这涉及到一段欧亚大陆上惊心动魄的大历史。在公元7世纪中叶，中东地区发生了一场剧烈的地缘政治地震。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帝国大食国强势崛起，挥师东进。而曾经称霸中东数百年的萨珊波斯帝国，在阿拉伯军队的铁蹄下土崩瓦解。公元651年，波斯末代皇帝1443世在逃亡途中被杀，曾经辉煌的萨珊波斯宣告灭亡。但波斯帝国的故事并没有就此结束。1443世的儿子贝路斯带着残部一路向东逃亡，越过帕米尔高原，来到了今天阿富汗一带。走投无路的波斯王储将目光投向了东方那个正在崛起、如日中天的大帝国大唐。他连续派出使者向唐高宗李治求援，请求大唐出兵帮他复国。当时的唐朝正处于国力极盛的时期，对西域的控制力达到了顶峰。虽然唐高宗觉得派大军去遥远的波斯腹地打大食国不太现实，但他依然展现出了大国领袖的担当与谋略。唐朝非但没有拒绝这位落难王子的求助，反而采取了一种极具政治智慧的策略，封官建制。公元661年，唐朝在阿富汗西北部设立了波斯都督府，任命贝路斯为波斯都督。然而大食国的攻势太猛了，没过几年，波斯都督府也被阿拉伯军队攻陷。贝路斯彻底失去了最后的立足之地，只能带着他的亲属和一大批波斯贵族跋山涉水，历经千难万险，亲自来到了长安。这是非常令人动容的历史画面。一个古老帝国的合法继承人，带着满朝流亡的大臣，站在了长安的大明宫前，接受唐朝天子的册封。唐高宗对他极其礼遇，封他为右武卫将军。
贝露斯就这样在长安住了下来，但他始终没有忘记复国。直到他去世，他的儿子尼涅师依然没有放弃。公元679年，唐朝将领裴行俭护送尼涅师西行，试图帮他返回故土复国。但这只是一次试探性的军事行动，大军到达碎叶城（今天吉尔吉斯斯坦境内）后就停止了。尼涅师在中亚苦苦支撑了20年后，复国无望，最终只能灰心丧气地再次返回长安。这一次，他接受了唐朝的现实，被封为左威卫将军。这位波斯末代皇孙带着无尽的亡国之痛，在长安孤独地度过了余生，并最终埋骨于异乡的土地。波斯王子的到来并不是孤立的历史事件，跟随着贝露斯和尼涅师来到长安的有成千上万的波斯移民，包括贵族、学者、工匠和士兵。唐朝接纳了他们，允许他们在长安和洛阳等地聚居。这些波斯人带来了他们引以为傲的文化。长安城里开始出现了波斯人建立的景教、基督教聂斯托里派、摩尼教的寺庙。波斯的工匠将精湛的金银器制作工艺传入中国，深刻影响了唐代金银器的造型。波斯人擅长的马球运动也迅速在唐朝的上层社会风靡起来，甚至连皇帝自己都成了马球的狂热粉丝。在长安的礼泉坊有一座著名的波斯寺，那是贝露斯初到长安时，为了纪念故国和祭祀而请求唐高宗批准建立的。对于这些波斯流亡者来说，大唐不仅是一个安全的避风港，更像是一个能够包容他们破碎梦想的最后家园。唐朝没有强迫他们改变信仰，没有剥夺他们原本的贵族头衔，而是把他们纳入了自己的官僚体系中。有些波斯人的后代甚至参加了科举考试，在唐朝做了文官，还有一些继续在军队效力，成为了保卫唐朝边疆的将领。从波斯王子的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到唐朝外交的一种特殊形态。它不是简单的利用这些外来者，而是以一种天下共主的宽广胸怀，对远方遭遇不幸的国家伸出了援手。虽然在实际操作中，唐朝也有自己的地缘战略考量，但这种能够吸纳外邦最高贵族，并在首都给予优厚待遇的做派，确实展现出了极强的国家自信和文化包容力。第三部分，文学里的奇幻与现实里的底层真实存在的昆仑奴。讲完了富有的大商人和高贵的流亡王子，我们再来看看唐朝社会中一个非常特殊的外来群体。他们并不处于社会的高层，甚至不是自由人，但他们的名字却在唐代的诗词小说中被频繁提及，那就是昆仑奴。在很多唐代传奇小说里，昆仑奴被描绘成神仙一样的存在。最有名的就是裴行所写的《昆仑奴》。故事里，一位名叫摩勒的昆仑奴，不仅力大无穷，还拥有飞檐走壁的绝世武功，甚至能背着主人跳过高墙，去和相爱的女子私奔。这种充满浪漫主义和武侠色彩的故事，让后世对昆仑奴产生了一种神奇的滤镜。甚至在后来的影视剧里，昆仑奴常被塑造成神秘的外国高手。而在唐代上层社会的风尚中，拥有一名昆仑奴是一件非常有面子的事情。当时的长安城甚至流传着一句俗语：昆仑奴新罗婢，意思是最好的男仆是昆仑奴，最好的女仆是新罗朝鲜半岛来的婢女。这也反映了唐代贵族生活的极度奢靡和国际化。那么，历史上的昆仑奴真的是小说里那种武功盖世的大侠吗？他们到底是从哪里来的？我们要先弄清楚昆仑这个词。在唐朝的语境里，昆仑并不全是指我们今天中国西北的昆仑山脉。在中国古代文献中，尤其是到了唐代，昆仑逐渐演变成了一个泛指称呼，用来形容肤色黝黑、头发卷曲的人种。现代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经过考证，认为唐长安城里的昆仑奴来源主要有3个途径。第一，最主要的来源是今天的东南亚地区，包括马来群岛、印尼群岛等地，古代中国称之为临邑、扶南、势力佛氏。那里的南岛语系原住民肤色较深，常被阿拉伯商人甚至中国商人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贩卖到广州，再辗转运送到长安。第二部分来自印度半岛的达罗毗荼人。第三部分
确实有极少数的昆仑奴可能是阿拉伯商人从东非海岸，如坦桑尼亚、肯尼亚一带贩运来的非洲黑人，在唐代文献中被称为僧骑奴 Senj。由于长途贩运的高昂成本和死亡率，能够被运到长安的昆仑奴大多是身体极其强壮的青年男子。由于他们听不懂汉语，而且性格温顺、忠诚度高，所以特别受唐朝达官贵人的青睐。他们在长安主要做什么工作呢？现实远比小说残酷。他们绝对不是什么飞檐走壁的大侠，而是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奴隶。在当时，昆仑奴的主要工作是做苦力、看门护院，或者负责饲养权贵家中的大象、狮子等奇异猛兽，因为当时的人认为他们来自热带，善于与野兽打交道。还有一些长相奇特或者有杂技特长的昆仑奴，被当成活着的宠物或展品，在贵族的宴会上进行表演，供人取乐。比如在唐朝的百戏中，就有让昆仑奴和猛兽搏斗的节目。在考古出土的唐代陶俑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昆仑奴的形象。他们通常赤裸上身，肌肉发达，卷发深目，穿着短裤，双手做出牵拉缰绳的动作，显然是被当作马夫或者牵受者。这才是历史最真实的倒影。我们讲昆仑奴的故事，是为了给大唐的开放祛魅。大唐确实汇聚了来自四海的人种，但这并不意味着人人平等。像昆仑奴这样的外来群体是被当作商品流入唐朝的。他们的存在虽然构成了长安城多元文化图景的一部分，但也折射出了古代等级社会残酷的一面。唐朝的繁荣和国际化，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建立在对内外部底层人口的绝对剥削之上的。从贵族席间的粟特胡姬到马厩里的昆仑奴，他们都是帝国繁荣画卷上的点缀，但往往没有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第四部分，真相解析：大唐真的是个现代意义上的移民国家吗？梳理完了粟特商人、波斯王子和昆仑奴，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唐朝长安城的国际化程度在古代世界绝对是首屈一指的。走在朱雀大街上，你不仅能看到不同肤色的人，还能听到各国的语言，闻到异域的香料，看到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和仙教的寺庙比邻而居。这种恢宏的气度确实让人惊叹。但是，如果我们把现代移民国家的概念，比如像今天的美国、加拿大那种建立在契约精神、移民法案和文化多元主义基础上的现代民族国家模型，生搬硬套到唐朝身上，那绝对是一种历史的错位和浪漫化。真实的大唐究竟是如何对待和管理这些外籍人士的呢？其实，唐朝政府有着一套极其严密，甚至可以说非常保守的外侨管理制度，这集中体现在唐代的法律《唐律疏议》中。我们要知道，唐朝的核心逻辑并不是欢迎移民，而是天下秩序。唐朝天子是天可汗，所以万邦来朝是理所应当的，但管理起来必须内外有别。首先是居住隔离。在唐朝前期和中期，外国人并不是可以在长安城里随便买房定居的。唐朝实行严格的方式制度，对于来华经商或居住的外国人，政府在沿海港口如广州和内地大城市如长安、扬州设立了专门的番方。外国商人必须在划定的番方内生活，由官方任命的番场进行管理。如果老外和老外之间发生纠纷，唐律规定诸化外人同类自相犯者各依本俗法，异类相犯者以法律论。也就是说，两个波斯人打架，按波斯习惯法处理，但一个波斯人和一个粟特人打架，或者老外和唐朝人打架，就必须严格按照大唐的法律来判罚。这种制度展现了唐律的务实，但也说明了明显的界限感。其次是极度严格的出入境管控。在唐朝，没有官方颁发的过所，相当于护照和通行证，任何人，包括外国人和本国人，都不能离开自己所在的州县，更别提擅自越过边境线了。当年玄奘法师去印度取经，一开始因为没有拿到过所，只能算是偷渡。对于外国人，唐朝鼓励你们带钱来做生意，但防范极其严密。一旦做完生意，原则上你应该返回母国。那么，如果外国人真的想在唐朝扎根，比如娶个中国媳妇，可以吗？
唐朝的法律对此有一条非常冷酷且现实的规定。唐会要记载了当时的一条禁令：诸藩使人所取得汉妇女为妾者，并不得将还藩内。这句话的意思是，你们这些外国来的使节、商人，大唐天朝上国宽宏大量，允许你们在唐朝的土地上娶汉族女子为妾，甚至为妻，当时实际上多为底层平民女子。但是一旦你准备回国，你的大唐媳妇不管是妻还是妾，一律不准带走，你只能把她留在中国，自己回去。为什么要定这么不近人情的法律？其实这背后折射的是唐朝极其强烈的人口保护观念。在农业社会，人口就是国家最重要的战略资源。唐朝认为，汉人女子的生育权和她们生下的后代必须属于大唐帝国，绝不能流失到蛮夷之地去增加外国的人口。所以你看，唐朝的开放是一种建立在绝对自信基础上的单向开放。它的底层逻辑是：我欢迎你来，欢迎你把好东西带来，欢迎你在我这里消费、纳税，甚至做官。但在核心利益，比如人口、技术流失上，唐朝政府的算盘打得比谁都精。这哪里是现代意义上的移民国家？这完全是一个极其精明、掌控欲极强的中央集权帝国。而且，我们不能忽略历史的阴暗面。唐朝的这种包容其实是非常脆弱的，它完全依赖于帝国国力的强盛。一旦帝国走向衰落，这种表面上的民族大融合就会瞬间破裂，演变成惨绝人寰的悲剧。这一切的转折点就是公元755年爆发的安史之乱。安禄山这个拥有粟特血统的胡人将领起兵叛乱，差一点毁灭了大唐帝国。这场长达8年的战乱彻底击碎了唐朝人对外国人的信任。战后，国内的民族情绪开始高涨，从上到下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排湖心理。许多在唐朝生活了几代，早已经汉化，连粟特语都不会说的粟特人后裔，仅仅因为长着高鼻深目的胡人面孔，就遭到了残酷的清洗和屠杀。而在随后的历史中，这种对外邦人的猜忌也蔓延到了其他地方。比如公元760年的扬州之乱中，军阀田神公攻入扬州，纵兵抢掠，杀害了数千名在那里的波斯和阿拉伯大商人。到了晚唐的黄巢起义，在攻陷广州时，更是对当地番坊里的10几万外国商人进行了无差别的屠杀。这是唐代外侨史上极其血腥和悲惨的一页。所以，大唐真的是个移民国家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现代的移民国家，其核心在于通过法律保障个体的权利，追求多元文化的共存，并赋予移民平等的国民身份。而唐朝的长安，它之所以海纳百川，是因为它是当时东亚甚至欧亚大陆的绝对核心。唐朝的统治者以一种天朝上国的俯视姿态，接纳了四海的朝贡者。在盛唐的巅峰期，他的逻辑是化胡为汉，也就是你来了，我希望你穿汉服，说汉语，考科举，最终融入大唐的文化血液中。这叫做同化，而不是多元。一旦你威胁到了统治，或者一旦国家机器衰弱，无法控制局面，这种表面的和谐就会立刻被暴力的排外所取代。粟特人在安史之乱后的改名换姓以求自保，波斯王子复国无望后的孤独终老，以及昆仑奴在史书中的失语，都证明了这绝不是一个我们今天所向往的平等的移民乌托邦。结语：如何理解真实的长安？不过，当我们拨开这层浪漫化的移民国家的外衣，直面唐朝历史的复杂与残酷后，大唐的伟大并没有因此而黯淡，反而变得更加真实厚重。历史是不应该用今天的标尺去苛求古人的。在公元7世纪到8世纪的世界版图上，当欧洲正处于黑暗的中世纪，各个封建领主闭关锁国的时候，当宗教冲突在中东大地上掀起血雨腥风的时候，东方的长安城确实提供了一种罕见的伟大的文明样本。它的伟大不在于它制定了多完美的移民法案，而在于它那份空前绝后的文化自信。那是一种我知道你跟我不同，但我有能力接纳你，并让你成为我的一部分的霸气。粟特人带来了西域的音乐和舞蹈，唐朝人没有排斥，而是将它们融入了霓裳与衣曲，创造出了大唐独有的宫廷艺术，
波斯人带来了景教和摩尼教。大唐没有像西方那样发动宗教战争，而是允许他们在长安建庙传教，只要你遵守大唐的法律，甚至像玄奘法师这样的人不远万里去印度求取佛经，回来后皇帝亲自迎接，并动用国家力量翻译典籍。这种对知识和外来文化的渴求至今令人动容。真正的长安精神不是毫无原则的收留，而是一种强大的消化能力。他把波斯的马球、中亚的琵琶、印度的佛经、东南亚的香料全都扔进了一个名叫中华文化的巨大熔炉里。经过几百年的熔炼，当唐朝落幕的时候，这些东西已经不再是外国的了，它们已经深深地长在了中国人的文化基因里。粟特人、波斯人、昆仑奴，他们来过，他们见证了这座城市最辉煌的时刻，他们流下过汗水，也流下过眼泪。他们最终中的绝大多数人没有再回到故乡，他们的后代改变了长相，改变了姓氏，渐渐融入了这片土地，成为了后来千万个普通中国人祖先的一部分。这或许才是大唐这段所谓移民史留给中华民族最宝贵的遗产。它告诉我们，一个真正强盛的文明从来不是靠封闭来保持纯洁的，而是在不断的碰撞、交流，甚至痛苦的融合中变得愈发博大精深。感谢观看本期时光 Glimmers。 如果你也想拾起这段历史的碎片，请在评论区告诉我。我是每天一个历史故事，我们下期见。